先說個事兒啊，我有個朋友去年這波行情完全把握住了，方向、賽道、邏輯全對，重壓那檔股票1年翻了1倍還多，結果今年過年再見，他整個人都是灰的，翻倍的利潤全吐了回去，連本金都虧進去大半，還欠了一身債。你說離譜不離譜？方向明明全對，怎麼還能虧成這樣？我跟你說，他真不是運氣差，他犯的這個錯幾乎每個散戶都在犯，卻沒人說得清，而且跟你聰不聰明、看得準不準一點關係都沒有。記住這句話啊，先別急着反駁。在牛市裡虧錢，從來不是因為你看錯了，是因為你壓錯了。這到底什麼意思？別急，我們先玩個小遊戲，玩完你就會發現，牛市這事比你想的離譜多了。假設我給你一個專門向着你的作弊遊戲，好硬幣，正面你贏，反面你輸。但我把骰子動了手腳，你贏的概率是60%，輸只有40%。也就是說，長期玩下去，你必然是穩賺的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參與這麼好的遊戲，你覺得你可能會輸光嗎？大多數人都會說不可能吧，我都佔便宜了，怎麼還能輸？可我跟你說，這麼個看起來穩賺的遊戲，真交到你手上，你照樣可能輸光。這不是因為你運氣不好，而是一種數學上的必然。而這個遊戲的邏輯，跟你在牛市裡為什麼老是虧錢，跟我那個朋友為什麼完全看準了還虧光，是一模一樣的原因。那問題出在哪呢？出在一件所有人都沒注意的事上，你每一把壓多少？你想想看啊，這個遊戲你佔便宜歸佔便宜，可萬一你一上來太興奮，把身家全壓上去了，結果第一把就抽到那40%，那結果就是直接歸零了，遊戲瞬間結束。就這一把你那60%的優勢直接化為灰燼。而就算你不是一次全壓，你每把壓個7成8成，那也是一個樣。因為只要你玩的次數足夠多，那種連輸好幾把的倒霉時刻，它遲早會來。而它只要一來，那你可能就會面臨滿盤皆輸的情況。所以你發現沒有，決定你輸贏的根本就不是你猜的準不準，那個叫優勢，在遊戲開始之前你就已經有了。而真正決定你生死的是另外2件事，你每一把壓多重，跟你總共壓多少次。我知道聽到這裡，你也許已經開始懷疑這個邏輯的真實性了，可能會覺得這又是什麼唬人的金融術語。別急，我給你再設置一個可能會發生的場景，讓你體會還是那個穩賺的遊戲，2個人一起玩，第一個人每把只壓手裡的2成，慢是慢，可他就算連輸5把也傷不了筋骨，穩穩當當就把那60%的優勢給賺出來了。第二個人呢，每把壓8成，一開始運氣好，衝得飛快，賬戶翻了好幾倍，得意得不行。可只要中間來那麼1-2次連輸，啪，直接打回原形，甚至歸零。你看，同一個遊戲一樣的勝率，就因為壓的分量不一樣，一個笑到最後，一個中途出局。所以我才說壓多少比壓什麼重要的多。那你說這跟股票有什麼關係？那關係可大了。我跟你說句可能有點冒犯的話啊，炒股跟賭博在數學上就是同一件事，都是拿着一點點勝率反覆的下注，唯一的區別是賭徒知道自己在賭，而咱們炒股的不承認。要把這事兒給大家講透，我得給你介紹一個人，這人特別有意思，叫愛德華·索普。這個人是個數學教授，在 MIT 教書的。上世紀50-60年代，他盯上了賭場裡的21點，於是他幹了件當時沒人幹過的事。他借了學校那台巨大的電腦，把21點這個遊戲從頭到尾用數學算了一遍，然後他寫了本書，第一次用數學證明了，只要你會算牌，你是能贏過賭場的。你知道這本書當年轟動到什麼程度呢？賭場看見他進門就趕人，到後來他還得給自己化妝，偽裝身份，才能混進去玩。我插個話啊，我第一次聽到這故事最服的，其實不是他贏了多少錢，而是他證明了一件事：賭場那個莊家永遠贏的鐵律，居然是能被數學撬開的。這事當時給我了十足的震撼。好，那你以為他的秘密是算牌嗎？不是，算牌只是讓他從必輸變成稍微佔點便宜的手段。那你可能會問，那他在21點上的優勢有多大？其實也就 1.5%， 就這麼一點點。而他真正的殺手鐧其實是另一個東西，一個叫凱利公式的東西。這公式是1956年一個叫凱利的人提出來的，索普把它撿了起來。他不預測你下一把是輸是贏，他只回答一個問題：
根據你現在占多大便宜，這一把你到底該壓多少？壓多了會死，壓少了賺太慢。他幫你找那個剛剛好的數。後來索普把這套東西原封不動搬到了華爾街，開了個基金。你猜戰績多恐怖？20多年年化差不多20%，而且中間沒有一個季度是虧的。好家伙，20多年一個虧損的季度都沒有，這在華爾街基本屬於見證奇蹟的時刻。所以你看明白了嗎？索普厲害的地方從來不是他比別人聰明多少，他優勢也就那麼一點點。他厲害在他解決了那個所有人都忽略的問題，壓多少。可咱們大多數散戶是怎麼幹的？99%的精力都花在選股上，天天研究哪檔股票會漲，也就是拼命去找那個優勢。然而花在我該壓多衝上的精力幾乎是零，你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猜方向，卻在真正決定你死活的地方完全不做功課，這就是你在牛市虧錢的關鍵所在。我們前面聊索普聊得挺起勁，我們現在往牛市上面來繼續解讀，為什麼偏偏是牛市讓你虧得最慘？因為牛市最危險的地方就在於它看起來太美好了，上漲賺錢、財富自由的故事不斷刺激着你，但背後其實藏着2個關鍵按鈕，很多人的命運就是在這裡發生了分叉。第一個開關是讓你把每一把壓得越來越重，牛市裡你隨便買什麼都漲，連贏好幾把，這時候人是會飄的，你會天真的相信這不是運氣，是我看得準，於是你開始重壓，開始加槓桿，把定期存款也挪進來，你壓住的比例早就衝出了那條本該守護住的安全線。我給你還原一個畫面啊，這畫面我身邊真見過不止一個。一個人本來老老實實拿着一部分倉位，結果這波 AI 行情一來，他買的票一個月漲了30%，他就開始想早知道我就多買一點，於是他加碼又賺了，膽子更大了，錢綴開了融資。這時候你去問他，他會覺得自己特別理性，因為他每一步看起來都對，畢竟增長了嘛。可他根本沒意識到，他是在用連贏的快感，一點一點把自己的下注比例推到了一個錯一次就再也回不來的位置。說到這，你發現沒？這不就是我開頭那個朋友嗎？方向全對，就是壓得太重。這就是索普當年反覆警告的事。哪怕你真的有優勢，只要壓得太重，照樣給你歸零。他舉過一個例子，特別典型。90年代有個基金叫長期資本管理公司，裡頭坐着一堆諾貝爾獎得主，聰明到不行了吧？就因為壓得太重，1998年一下子崩了，差點把整個美國金融系統給拖垮。你看諾獎得主都逃不掉，憑什麼你連贏3把就覺得自己行了？第二個開關是讓你壓住的次數越來越多，牛市那個氣氛會讓你手癢。今天聽個消息買一把，明天看個直播又買一把，越做越勤快。可你還記得開頭那個遊戲嗎？你玩的次數越多，那個倒霉的連輸時刻就越躲不掉。你一個資金有限的散戶去跟一個資金無限的市場對賭，玩的回合越多，你被清零的概率就越接近100%。你可以這麼理解啊，賭場為什麼穩賺？不是因為它每一把都贏，而是因為它夠大，耗得起。而你的本金決定了你耗不起，它能陪你玩10000把，你連輸個20把可能就已經出局了。而市場對散戶來說就是那個永遠耗得起的賭場，你玩得越頻繁，就等於把自己往賭場那算盤上主動送得越勤。現在你把這2件事合起來看，壓得更重加上壓得更勤，這不就是數學上通往破產最快的那條路嗎？所以我要告訴你一個可能顛覆你認知的結論：牛市虧錢真不是因為你貪，也不是因為你笨，更不是因為你散戶地位低，是牛市系統性的把你推進了那個數學上必然破產的區間。它根本不需要你看錯方向，它只需要你壓錯分量。那你可能要問了，那熊市怎麼反而不虧這麼慘？問得好，因為熊市裡你害怕呀，恐懼替你把那2個開關都轉小了，你不敢重壓，也不敢頻繁操作，你糊裡糊塗的反倒待在了安全區裡。而牛市幹的最壞的一件事，就是把你這層保護給撤了。這不是我瞎說啊，有數據的。美國有個專門跟蹤散戶的機構叫 DAOBR， 他們發現2024年標普500漲了 25%， 夠牛了吧？可普通散戶平均只拿到 16.5%， 跑輸大盤8個多百分點，是近10年第2慘的一年。而2021年那個超級大牛市，散戶跑輸的幅度直接是史上第3大，
算出來散戶已經連續15年跑輸大盤了。你自己細細想想，漲得越猛的年份，散戶輸得越狠，這似乎就是白紙黑字的事實。講到這兒，你肯定想問，那我該怎麼辦？難道牛市就不參與了？當然不是，市場永遠不是只有買跟不買兩個選擇，空倉錯過行情，也可能付出巨大代價。所以今天我想給你3個可以直接用在投資裡的判斷方法。第一，把你的注意力從買什麼挪到壓多少。你花那麼多時間研究哪檔股票好，不如花點時間想想這一筆我到底該投多少。就一條樸素的規矩，永遠別讓任何一筆壓住，大到萬一錯了就元氣大傷的程度。你可能聽過那種單一股票別超過2成的說法，對，就是它。但今天你終於知道它背後的道理了，它不是憑直覺的建議，它是凱利公式的一個推論。說穿了，你少賺的那部分是你花錢給自己買的保險。牛市裡你可能會覺得這保險買虧了，別人重壓的都賺翻了。可只要一個完整的週期走完，潮水一退，你就會感謝當初那個沒昏頭的自己。第二，把連贏當成一個危險信號，這個特別反人性，但你一定要記住，當你覺得自己越來越準，越來越想加碼，越來越想加槓桿的那一刻，恰恰是數學上你最該踩剎車的時候，因為那說明你正在親手把下注比例往破產那個區間推，你越興奮，你越危險。我跟你說，這個招最管用啊！下次你手又癢又想加碼的時候，先停3秒，問自己一句：我這一下是因為我算過想清楚了該壓多少，還是僅僅因為我最近剛好賺了幾筆？如果是後者，那不是判斷，那是昏頭。你能把這3秒鐘守住，就已經贏過市場裡絕大多數人了。第三，主動的少交易。我跟你說，散戶唯一一個真正的數學上的優勢，就是你可以不玩，市場逼着那些機構每天都得交易，人家有績效排名壓着，可沒有任何人逼你啊。你少下一次注，就是主動把自己被清零的概率往下壓一格，這是你手裡唯一的王牌，可別浪費了。所以你看啊，牛市根本不會用一次崩盤來殺死你，那太粗暴了。他會用10幾次，這次我壓中一點點的小小漣漪，溫柔的一步一步的把你推到那條數學的死亡線上，等你反應過來的時候，你已經越線了。所以我們回到開頭那個遊戲，那個佔盡便宜卻還是輸光的人，他不是輸給了運氣，他是輸給了數學。而你在牛市裡玩的就是同一個遊戲。哦，對，還有我那個朋友，他看對了方向，卻把翻倍的利潤連本金一起虧了進去。現在你該知道他錯在哪了吧？他不是輸在看錯，他是輸在贏了幾把之後把注越壓越重，中刀錯一次就再也回不來。他缺的從來不是眼光，是那個該壓多少的答案。而真正的高手從來不是贏在他選得多準，而是贏在他活得夠久。而活得夠久這件事，你今天應該明白了，它不玄乎，它完全是一道可以算的題。好了，影片到這裡差不多該結束了。最後留個問題給你啊，你在評論區說說看，你上一次加碼或者上一次加槓桿，到底是因為你冷靜的算過該壓多少，還是因為你剛好連贏了那麼幾把？我是 Alex，我們下期見。